相信你一定好奇，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从前有，世界上意思是什么？来玩个小游戏吧，真相就在你睁眼的那一刻。千秋，你水电费和场馆租金都已经欠了2个月了，上面一直催，弄得我现在压力很大。徐叔，最近资金确实有点困难，我向你保证，这绝对是最后1个月。行吧，我尽量再帮你拖几个星期。谢谢徐叔。一晃都过去了大半年，你父母还没消息吗？需要帮助的话，随时联系我。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们到底在哪？什么情况？这个手机我以前试了100遍都没有打开，今天怎么突然自己启动了？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是老爹留下来的信息吗？应该有吧。你心中所想即是答案。从这一刻起，你将正式接替我，成为恐怖屋的新主人。手机中的软件是以鬼屋为原型制作的，完成任务才能解锁场景跟功能。看来父母的失踪一定跟这个手机有关。现在的处境很难撑过淡季，不如赌一把，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噩梦任务发布，镜中有你。凌晨2点04分，独自一人进入浴室，锁上浴室门，关掉电灯，面向镜子，并在镜子与你之间点燃一根蜡烛，而后闭上眼睛，集中精神，慢慢埋念自己的名字。黑暗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或许镜子里会浮现一张陌生的人脸，可能角落会有一双猩红的眸子在窥视，又或者墙壁和门缝往外渗出鲜血。你要做的就是不为所动，安静地站在镜子前面。注意，在这期间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能睁开眼睛。半个小时后任务自动成功。避免出现意外，提前开个录像吧。大家好，我是冒险区 UP 主莫千秋。今日我们要挑战的游戏是都市传说镜中有你。我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我出现了意外，请捡到此手机的人注意，务必保存好这段视频，它会是一把钥匙，一把解开世界真相的钥匙。现在游戏开始。莫天秋，莫千秋，莫千秋，莫千秋，这个声音怎么回事？好像是从门外传来的。冷静，任务规则说得很明确，只需要待在镜子前面就可以。1512、1513、1514、2099、2100秒。镜子怎么碎了？刚才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卫生间的门上锁了，玩偶又是怎么进来的？印象中自己一直和镜子保持着距离才对。镜子里有什么东西想出来？是你救了我吗？恭喜完成噩梦难度日常任务，解锁音乐道具星期5，解锁初级职业入殓师，解锁试炼任务午夜逃脱。看来另外一个世界真的存在，父母失踪的线索一定就在这款软件中。今夜差一点就出现意外，噩梦难度的任务果然不是那么好完成的。你知道我父母最后去了哪里吗？昨天夜里出现在门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老板，咱们有游客了。乐园门口听见很多人讨论恐怖屋，还有你小破站增加了好几百人的关注。好像有点玩脱了。小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冥婚，等会我去调试一下背景音乐，你在扮鬼的时候记住要把耳朵堵上。另外，你今天的妆容我亲自来给你画。老板，你还会化妆？放心，我会让你美到令人窒息。你也被那个缺德UP主坑了吧？当时正在看小姐姐，裤子都脱了，手一滑刷到了那条破视频。UP主出来了。小莫，大清早你这就排起长队了，挺热闹啊。主要是游客们喜欢。谁喜欢啊？臭不要脸！我们是来找事的，不是来参观的。昨晚那个视频是我考虑不周，所以今天门票一律5折。俗话说，安抚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毒攻毒。
老板，买2张门票。真有勇者啊！老板你好，我们是九江医科大学法医学院的，我叫贺山，这是我学姐高如雪。你的视频昨夜被我转发到了学校贴吧上，学姐也是因为看了那个视频才决定过来参观的。欢迎来到我的恐怖。本次游戏开始前，我向2位简单介绍一下故事背景。九江古城很多年前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平江侯想要给早夭的孩子配一桩冥婚，请了先生来看，结合生辰八字，最后选定了一个女孩。可这女孩早已心有所属，为了逼其就范，平江侯将其情郎推入京中，更以女孩家人的生死来要挟。最终为保双亲，女孩同意嫁给一个死人，血烛七棺，红白两尸同屋操办。在女孩被封入关中活葬之后，平江侯府开始出现种种怪异，铜鸡流血，纸人睁眼。每到午夜，总有一个女人会在屋内出现。接下来，请2位在15分钟内找到正确的出口，成功逃出就行了。如果实在害怕，就站在监控附近大喊，我会去接你们。祝你们游玩愉快。小婉，游客进去了，你做好准备。这鬼屋细节做得不错，仿造古代四合院，挺有代入感的。学姐，咱们这是在鬼屋里，不是在逛苏州园林，还是赶紧去找出口吧。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参观。我们是在玩鬼屋，你可别被鬼屋玩了。可我总觉得那鬼屋老板蔫坏，如果我们不能在15分钟内逃出去，肯定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鬼屋吓人的方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种，顶多就是让工作人员来扮鬼，吹着我们到处跑。我们连死人都不怕，还会害怕活人？走，去那边看看。学姐，我还是在外面接应吧。白灵距离地面1.5米，这个高度根本吊不死人。桌椅倾倒，地上还残留有挣扎的痕迹，鬼屋是在刻意营造出一种被迫自杀的假象。有点意思，这鬼屋设计很精细，说不定还隐藏有其他彩蛋。唉，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是我高估这鬼屋了。走吧，出口不在这个屋子里。等等我，学姐，你能不能小点声？一个大男人怂得跟个姑娘似的。不是我怂，这地方真的让我很不舒服，待得越久，那种不安的感觉就越强烈，好像心底最害怕的东西被勾了出来一样。鬼屋里的东西，明知道全都是假的，我为什么会害怕？你说这地方不会真的藏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听说这鬼屋建在乱葬岗上，还是用医院大楼改建的。闭嘴！我们学校的地下停尸库不比这地方吓人。你说出去也是个学医的，怎么这么怂？为什么会有急躁不安感？我到底在害怕什么？小山，我们进来多久了？不知道，但我感觉15分钟之内咱们肯定是跑不出去了。别慌，这个鬼屋并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主要是老板进来前给的我们负面心理暗示，他规定了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又没有说具体会遇到什么，这就导致无形中我们会给自己压力，发散自己的思维，去脑补最恐怖的东西。师姐，这鬼屋总觉得和其他鬼屋不太一样。你的感觉没有错，正常的鬼屋里会有专业的演员来扮鬼，或是用道具去指引我们去体验，但是这个鬼屋没有那么做，它制作好了场景，让我们去自由探索，没有指引和约束，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未知才是最可怕的。我们准备去下一个房间。学姐，我怎么觉得这些纸人好像在看着我们，好像一旦靠近，他们就会扑过来。你能不能少说几句？再啰嗦，我就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学姐，这屋子邪性的很，四周密封，出口肯定不在这。过来帮忙，我要开关。这么做不太合适吧？难道你准备在这鬼屋里待一辈子？1、2，用力！什么声音？好像是从棺材里传出来的。姐，咱赶紧走吧。棺内传出声音，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哪里是奇怪，这简直是要命啊！冷静点，棺材里传出声音，无非就是2种情况：第一，里面藏有工作人员；第二，开棺时触动了机关。所以不管怎么说，
棺材都是冥婚场景中很重要的一个道具，我们要想逃出去，开棺是必要的步骤之一。别犹豫了，直接打开。有鬼啊！鹤山别乱跑！坏了，那地方是厉鬼生前的屋子，这是要把我们分开，逐个击破。参观个鬼屋而已，至于这么丧心病狂吗？鹤山。鹤山刚刚明明进了这个房间，这才过去1分钟。谁在我身后？谁在那边？我都没有动，哪来的脚步声？小婉，快把人带出来！参观到此结束，我带你们出去。怎么走着进去，躺着出来的？难道是被吓晕的？大众点评上不是说不吓人吗？老板，人醒了。小伙子好点了吗？你怎么在鬼屋里晕倒了？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当时我被吓坏了，跑进一个屋子里后，发现墙壁上有一面铜镜，镜子里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千秋，鬼屋里还有和镜子有关的项目。老板，这是鬼屋里的新项目吗？我怎么不知道？是个新项目，具体内容就是我昨夜发的短视频。我有2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不知可不可以？你问吧。第一，在西厢房里，我明明看到这个女人在镜子里，她为什么会突然从我背后出现？那是3面镜子相互折射产生视觉效果，小婉一直藏在另一面镜子后，你听到的脚步声也是音效。第2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明明活着，但是却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看着他就好像在凝视尸体一样？我们鬼屋演员脸上的妆容都很特殊，再加上鬼屋里复杂的环境以及你自己的心理暗示，所以才会出现错觉。2位，如果没事，我就先去忙了。看来怪物是因为黑色手机出现的，先把鬼屋里的所有镜子给遮住，等我摸索出解决这怪物的办法后，再来斩草除根。小婉，鬼屋里所有和镜子有关的道具都暂时停用，另外你在扮鬼的时候，注意不要靠近镜子。好的，老板。难道说镜子里藏着另一个世界？试炼任务倒计时提醒：本任务只存在24小时，若24小时内没有接受，视为放弃。本场景将永远无法解锁。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现在鬼屋刚有点起色，我要抓住一切机会把它经营得更好。破旧的公寓楼内住进了一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他手持剪刀和铁锤，正在你的房门外徘徊。请于今日23时之前抵达任务场地西郊平安公寓，找到凶手，存活至天亮。他隐藏在人群之中，善良的外皮下裹藏着一颗满目疮痍的心。首次收集到游客尖叫转盘激活，赠送1次抽奖机会，100次尖叫才能兑换1次抽奖机会。这个转盘也太坑了吧！有1次抽奖机会，试一试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只要不是厉鬼，其他什么都行。速度平衡，举起我的镜头，闭上眼感受着中你的忐忑，我手做理智的，要经着心意的，任凭着束缚我捆绑我在四中。恭喜获得稀有特殊道具被诅咒的情书。自高楼坠落的那一刻起，它变成了校园中的禁忌，红色的舞鞋，染血的校服，包括那个名字都成了不能提及的话题。人们假装遗忘，直到有一天，又有人收到了他的情书。首次抽中厉鬼，解锁稀有称号厉鬼眷顾者，佩戴该称号时有一定几率获得厉鬼的帮助。冷静，事情还没到最糟糕的地步，抽中厉鬼不代表他现在就会出现。冷静你妹啊！你喜欢我呢，我改行不行？这辈子收到的第1封情书，竟是这玩意。老板，为什么你身后有2个影子？是咱们鬼屋的新项目吗？老板，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一切总会好起来的。中午想吃什么，我去给你打饭。和你的一样就行。我亲眼看见2个影子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不是说明我已经被厉鬼缠上了？他现在就躲在我的影子里，如果真能得到你的帮助，或许也不是坏事。9个月前，在现实当中的凶宅住上1晚，还要找出隐藏凶手，不好办啊。凶宅我倒是不怕，就怕真凶就住隔壁，夜半时分把我当作猎物，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准备好一切相应物品吧。现在是6点50，任务要求晚上11点之前抵达，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弄清楚凶宅里的情况。大门这么破，锁倒是挺新。这地址不太对劲，墙皮脱落成这个样子，看起来至少有20-30年的历史了。你好，有人吗？请问一下，咱们这个公寓住1晚要多少钱？你要住店？你是房东，我只住1晚，就1晚。身份证让我看下。来2楼交钱。王琴，我说过你女朋友不在这里，如果你继续死缠烂打，别怪我不客气。我在跟你说话。是寻人启事，和公寓楼大门上贴的一模一样。你不用管他，这人是个疯子。午夜逃杀的场景介绍中曾提到过，公寓楼内汇入了一个精神病患者。如果这人是疯子，那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要找的杀人凶手？谢谢，不客气。2楼比1楼更潮湿，还有这些墙壁似乎是被人用刻刀划过。住1晚上50，2楼房间随你挑。50也太贵了吧？这周围几千米就我一个公寓，收你50都算少的了。莫千秋忽然注意到，跛脚男人在说话的时候，眼睛总会有意无意的往后瞟，好像在看什么东西。好吧，不过为什么只能挑选2楼的房间？1楼和3楼不住人吗？你问题怎么那么多？不能住就是不能住，钥匙上贴有门牌号，自己去找。瞎看什么？你到底住不住？不住就走。我有点渴，想看看你们这卖水和饮料吗？越来越奇怪了，正常的公寓楼接待处一定是在大门口，可这公寓的接待处却藏在2楼走廊最深处。为什么1楼和3楼不能住人？还有那个和房东住在一起的老人又是谁？隔壁是巧合吗？莫千秋还没来得及把包放下，就听见隔壁房间传来跛脚男人的咒骂声，过程中还夹杂着1-2句方言，听他的口音不像是当地人。为什么突然要把电视的音量调高？算了，我还是先关心关心自己的事吧。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那条投诉留言上说，房间墙壁后面残留有血迹，每到深夜还总能闻到一股恶臭，所以怀疑这地方是凶宅。但是我上网搜索了所有和平安公寓有关的信息，并没有发现哪一起命案是发生在这栋公寓楼里的。而能被黑色手机选定为失联任务的场地，这座平安公寓里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从目前的线索来看，房东只让我在2楼挑选房间，说明2楼的房间应该不会存在问题，否则也不可能对外出租。看来要想有所发现，必须要去1楼或者3楼看一看。看了眼时间，距离试炼任务开始还有3个多小时。莫千秋他紧握工具锤，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你在我门口干什么？你不是说你口渴吗？我是来给你送这个。谢谢。还有事吗？走廊里没有装灯，晚上很黑，你最好不要到处乱跑。脾气暴躁，不善言谈，虽然本身有一点残疾，但是体格壮硕，能轻易推倒刚才的中年人。这个房东好像具备了杀人狂所有基础特征。假如房东真的是杀人狂，那我岂不是要在凶宅里和杀人凶手做1晚上的邻居？
虽然他有很大的嫌疑，但是也不排除其他可能。从进入公寓楼开始，一共见到了4个人：躲在门缝后面的女人，张贴寻人启事的王琦，脾气暴躁的房东，还有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目前来看，也就王琦比较正常，或许他应该知道一些公寓里的事情。兄弟，家人失踪的感觉我能理解，可是你也应该坚强一点，不要重复这些无意义的事情来折磨自己。理解。我没有骗你，我的父母半年前突然失踪，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崩溃绝望过。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未婚妻一定会回来的，我能感觉到她并没有去太远的地方。能讲讲你的事情吗？说不定我还能帮你一把。你帮不了我，兄弟，听我一句劝，赶紧走吧，千万别在这里过夜。钱我都交了，你让我走，总要说个原因吧？钱重要还是命重要？这公寓楼以前发生过灭门案。以前这栋建筑楼叫做福安公寓，出了事以后才改名叫平安公寓。当年那案子闹得挺大，凶手直到现在都没有抓到。那些枉死者怨气难平，所以一到深夜就会在老宅里出现。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信这个？一开始我也不信，直到后来我未婚妻在这附近离奇失踪。你未婚妻为什么会来这地方？我也不知道，是叔叔告诉我的。他们说所有线索都在这里中断了。那你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发现？王琦张了张嘴，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他没敢说出口，从衣服兜里取出手机，在屏幕上打了一行字：兄弟，失踪和绑架可是2个概念。你收到短信，为什么不直接报警？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每天凌晨都会收到未婚妻发来的短信，短信的内容都是这2个字。可我一觉醒来，短信就会消失不见，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为了保留这条短信，我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你一睡着短信就会消失？我知道你恐怕也把我当成了疯子，但我说的全部都是事实。在我身边还经常发生更怪异的事情，比方说我未婚妻的东西会莫名其妙出现在我的屋子里，她就像在时时刻刻提醒我去寻找她一样。如果他没有撒谎，按照这几天的经历推测，他的未婚妻不是失踪，而是已经遇害变成了鬼。能说的我都告诉你了，现在走还来得及，等到午夜凌晨，公寓楼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他到底是不是疯子？回去的路上，莫千秋经过1楼那个女人的房间时，犹豫了一下，试着敲了敲门。喂，新来的。你是？刚才那个发寻人启事的家伙不是我们楼内的租户，他这里有点问题。他说的任何话你都不要信，和他走得太近会出事的。他可能是因为妻子失踪，遭受了太大的打击。他是不是给你说他的未婚妻在公寓楼附近失踪了，还说这是叔叔告诉他的，所以他才会一直来这里寻找？没错，我在这地方住了9个月，从没见叔叔来过。那个疯子在骗你，还说什么鬼怪冤魂，简直是一派胡言。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最多就是有人在装鬼。行了，天不早了，你赶紧回自己房间去吧。他们2个之中肯定有一个人在撒谎，会是谁？等莫千秋回过神时，他已经走到了3楼。昏暗的灯光下，到处都有被焚烧的痕迹，墙皮严重脱落，就好像是一道道交错的疤痕。为什么只有3楼没有翻新？谁在你？手电筒的光照亮了3楼，可刚才那团黑影好似蒸发了一般。莫千秋想要进去搜查，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脚步声。是房东吗？如果让脾气暴躁的房东看到自己在3楼闲逛，免不了要被训斥。什么意思啊？我长得有那么吓人？这公寓楼里感觉一个正常人都没有，谁看着都像是杀人凶手。手机发布的任务里只要求我找出凶手，但是却没有告诉我到底有几个凶手。这么想的话，杀人凶手真的可能不止一个。
毕竟牵扯到了灭门案，团伙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5年前，当村民看到公寓失火，立刻报了火警。消防队将大火扑灭后，开始调查火灾原因。本来是例行公事，但随着调查深入，越来越多蹊跷的地方开始浮现出来。混凝土开裂，窗户玻璃碎块面积小，裂痕、烟熏痕迹淡。火灾现场拥有多个起火点，互不相关，这是典型的人为故意纵火特征。案件的性质一下发生了改变，当地公安介入，随后在建筑残骸之中找出了4具尸体，正好是经营公寓的一家4口。叔叔们虽然全力以赴，却因为大火破坏了现场，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有发现第5个人存在的痕迹，更不要说抓住凶手了。公寓楼就这样被封锁了1年，后来按照相关法律转交给了原主人的父亲。富安公寓也是从那个时候改名为平安公寓的。一家4口遇害，凶手至今逍遥法外，也难怪这里会有闹鬼的传说。报道上说，公寓楼原主人死亡时41岁，后来公寓楼转交给了原主人的父亲。算算年纪的话，现在公寓楼的真正主人应该60、70岁了才对。眼下平安公寓里符合这个年龄标准的只有1个人，就是房东屋里那个老人。新发布的菠萝手机，它拥有12个摄像头。听电视的声音都是毫无意义的广告，如果正常看电视，遇到广告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换台吗？我进入房间后，先是听到隔壁传来饭碗摔碎的声音，紧接着房东开始对老人肆意辱骂，然后电视音量突然调高，老人坐在轮椅上无法移动。调高音量的肯定是房东，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入住时间、摔碎饭碗的声音，还有提高电视音量，这未免也太巧合了。会不会是老人故意碰碎的？毕竟按照常理来说，只不过是打碎了一个碗而已，房东根本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他是在害怕，怕老人吸引到我的注意力。莫千秋脑海里划过一道闪电，又想起了之前的一个细节：房东在辱骂老人的时候，夹杂了几句外地的方言。老人一家都是韩江人，这个房东却是个外地人，他应该和老人没有太深的血缘关系。正常来讲，老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房产交给一个外人打理，除非是跛脚男鸠占鹊巢，挟持了老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真实身份可能是心生贪念的护工，又或是入室偷盗的窃贼，还可能就是几年前的杀人凶手。怪不得他会突然跑到我房屋门口偷听，原来是做贼心虚。现在该怎么办？直接冲到隔壁用工具锤抡嘎那个房东？如果他真的就是那个凶手，一定就还有其他帮凶。况且一切都只是我的凭空臆想，缺少实质性的证据。就在这时，隔壁房间电视机的声音突然停止，安静的有些吓人。怎么回事？才8点多就睡觉。仅凭网上的新闻来推测也不一定准确，现在要是能有个专业人士帮我分析一下就好了。莫千秋找了半天，发现唯一能和案件侦查扯上关系的，就是那个被吓晕的倒霉孩子贺山。法医应该会比我强点。老大，我一直在等你发布新视频呢。先听我说，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要问你。什么？老大，你在那栋凶宅里？我怀疑隔壁房东就是5年前的杀人凶手。老大，现在最主要的是你自身的安全问题，你把定位发我，然后今晚不要挂电话，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第一时间帮你报叔叔。我可以在凶宅开启直播，如果我出现了意外，直播间上传的录像也会成为最有力的证据。老大，确定要直播这个？贺山，电话我先挂了，等会你直接来我的直播间。大家好，我是冒险区 UP 主莫千秋，今晚我会带大家揭秘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110码，我发现了一个野生精神病。富山精神病院为主播打 call， 支持康复患者再就业。莫千秋将公寓楼内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的推断简单叙述给了直播间的网友。公寓楼里1楼和2楼全部翻新，但是3楼的某些地方还保留着5年前的样子，还有之前的那团黑影，留下一个记号，避免有人在我离开后潜入。房子家具都被烧毁了，这4个玩偶是怎么躲过一劫的？巧合，还是有人特意将其放到了安全的地方？这种方式表白也太含蓄了吧！带着好奇，莫千秋又撕开2个布偶，
里面各有一张卡片，内容大致相同，但笔记却越来越潦草。必须要赶紧把那东西弄出去，不能再耽搁了。那个新来的房客之前上过3楼，他走到楼梯口，突然又下去了，差一点发现我。我知道，最近来公寓的外人越来越多，这东西要赶紧处理掉。叫上其他人，今夜就给他挖出来，埋到后山去。他们半夜不睡觉，怎么跑3楼来了？真要这么做吗？一旦我们把它挖出来，周围就会残留我们的指纹，到时候一切都说不清楚了。你以为现在就说得清楚？别磨蹭，赶紧来帮忙。我觉得咱们还是鲍叔叔吧。疯了吗？自己往枪口上照，叔叔过来第一时间调查的肯定是我们几个，到时候你酒驾撞人肇事逃逸的事，还有我们霸占老头子公寓的事，全都得暴露。老公别生气，这事大家人人有份，谁也跑不了，还是赶紧干活吧。咱们几个身上都不干净，好不容易找了个容身之地，你们谁要是敢有其他想法，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你去弄第一下。他们到底准备做什么？快开门呀！你们打开，烛火摇摆，手里破土，从何处到来？磨磨唧唧的，赶快挖！楼中藏室，原来他们要挖的东西是这个。你留下来清理墙壁，剩下几个人跟我去后山给他埋了。我跟你们一起去。瞅你那点出息，坚昂，你陪他留在这收拾，等会我们在后山老地方会合。哪来的这么多棉絮？先别管那么多了，这玩意惹人死成，赶紧埋了再说。听这几人的对话，虽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墙壁里的女尸确实和他们无关。可真正的凶手又是谁？这里太危险了，要赶紧出去。坏了，那些人去埋尸体，临走还不忘锁门。1楼走廊的窗户上安装了防盗网，3楼的窗户被木板封死。现在唯一能离开公寓楼的出口，就是2楼客房的窗户。锁眼里的那根头发不见了，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不能回去。那些人很可能就在这边，拿着武器等着我。那群房客比我想象的更危险，能不能保命，就看这一波了。他肯定看见了，不能放他走。我擦，这么高，还想跑？抓住了！一群疯子！这试炼任务难度也太大了吧！刚才一路狂奔，现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出来了。要不就在这里躲到天亮。谁在那里？是我看错了。他不是早都离开公寓楼了吗？怎么大半夜的又跑回来了？此人身上的问题绝对不比那些房客小。这好像是护林员住的地方。收集皮毛，尺码完美贴合。这些衣服很可能是墙中那具女尸的。死人穿过的衣服为何会藏在这个木屋里？而且上面沾染的泥土没有完全干裂，就在1-2天内，好像还被人穿过。字迹和布偶里的完全吻合，是被害人的手机。和王琦说的一样，所有短信的发件日期全都是在午夜凌晨。这个使用死者手机每天给他发送短信的人，应该就是杀害他未婚妻的凶手，同时也是5年前灭门案的真凶。
王琦被公寓楼内的房客当作疯子，房东更是每次见他都要将他驱赶出去。这个人是我今夜见过的唯一一个没有住在公寓楼里，却总在公寓附近出现的人，所以他的落脚点一定距离公寓很近。刚来公寓时，房东告诉我，这周围几千米内没有任何可以住宿的地方，也就是说，王琦不可能住在其他公寓或者旅馆里。如此想来，他平时有很大概率就藏在这木屋里。真可惜，就差一点点。这个疯子，如果不是手机里的厉鬼，我怕是已经凉了。从你进入公寓楼和我第一次对话的时候，我就说过，我的妻子肯定藏在公寓楼内。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毕竟是我亲手把她砌入墙里的。我只是想尽自己的力量把她留下，我不想这样做的，你知道吗？我也不想这样，我是个很讨人厌的家伙，几乎周围的人都这么说。不，就算他们不说，我也感受得到。不对，我没有错，错的是他。对，错的都是他们。不许动，举起手来。是我报的案，我抓住了5年前灭门案的凶手。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对，就是他。这人叫做张鹏，是个赌徒，欠下了几10万高利贷，涉嫌入室盗窃、抢劫。你再看看这张照片，看着眼熟。根据你的描述，我们对比了数据库，图片里的司机叫做冯春磊，是外省人，酒后驾车并肇事逃逸，情节极为恶劣。我这边笔录已经做完，但你暂时还不能走，等会刑侦队的人要过来对你做更详细的讯问，希望你能配合案件调查，毕竟你是唯一的目击者。应该的。三宝说，人都抓住了。你这家伙，三宝也是你能叫的？说多少次了，要不叫我李主任，要不叫我李队长。刑侦队那帮家伙可不是吃素的，不仅抓住了王琦，公寓楼里其他几个访客也相继落网，现在只有一个张鹏没有归案。太好了，王琦未婚妻的尸体也已经找到，正交由法医处理。你小子有什么要问的，赶紧问，一会我还要去忙其他的。张鹏、冯春磊都是在逃人员，剩下的那2个是不是也是逃犯？女的是张鹏老婆，最多算是个包庇罪。房东的情况有点复杂，他本身只是个护工，但是见财起意，所以就伙同其余几人霸占了老人的公寓。你问这干什么？三宝说，我奋不顾身，协助警方缉拿在逃嫌犯，听说好像是有赏金的。近期等案子结了就给你送家里去。别啊！李队逗你玩呢。如果王琦真的是5年前灭门案的凶手，那你能获得的赏金应该在3万以上。只不过这个钱由当地财政部门支出。另外，公寓楼里的老爷子曾以个人名义发布悬赏，凡能提供关键线索者，奖励5000元。我就随便一问，其实我见义勇为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钱，能为我市和谐安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是每一个市民应尽的责任。你小子别乱跑，一会找人送你回去。这么晚了，不用麻烦你们，明天早上6点以后回去就行。玩家在规定时间内抵达任务场地，成功找出凶手，并存活至天亮。午夜逃杀试炼任务完成，全新恐怖场景。午夜逃杀已解锁，尖叫指数1星。玩家可在场景界面自由操控本场景内所有机关。注意，恐怖屋内部空间已不足，扩建之后才能继续解锁全新恐怖场景。试炼任务完成度超过90%，获得本次任务隐藏道具王琦的寻人启事。我每天都在寻找那个被自己杀死的人，我将他杀死了一遍又一遍，可他似乎总能找到我。每当天亮，我睁开双眼的时候，他的东西总会出现在我的床上。我明明把他砌进了墙里，可他却好像钻进了我的心里。王琦的寻人启事也算奖励，这怎么看都像是诅咒啊！还有这怨念值是什么东西？怎么看也不像给活人准备的。